青黑棺木前，吴然和鲁二胖的呼吸几乎停了。棺中躺着个穿浅红宫装的美艳女子，皮肤细腻的像活人，可她身后那条雪白蓬松的狐尾正随着东风轻轻飘着。他们俩本不在这。二胖是吴然大石村的发小，当年他们并称双杰。二胖是县里8届青少年散打王，拳脚硬；吴然是村里8年唯一的大学生，肚子里装着点墨水。如今吴然毕业3年，换了6份工作。他闯荡江湖8年，从山西挖煤到南洋跑船，最后当保镖还被小老板扣了工钱，骂他影响形象，一气之下打断人胳膊跑回了家。这天约在老地方秋山相聚，两人喝着酒，聊着未来做什么生意，没说2句就拌了嘴。二胖把啤酒罐往地上一蹲：“你少拿读书压我，论社会经验，你差远了。”我是差，但我至少不瞎。你那身肥肉，打拳都费劲，还敢说经验？吴然故意逗他，二胖果然炸了。我这8极拳加太极拳，4、5个小子近不了身，拳风裹着风，腿法也利落。最后一个凌空转身后摆腿，啪，地砸在地上。可没等吴然叫好，二胖脚下突然一空，整个人哎呦一声陷进了土里。吴然惊得手机都掏出来了，先拍了张照，才冲过去拉他。可二胖实在太沉，吴然拽了3下没拉动，跟着他一起跌了下。20多米深的洞像黑嘴，幸好四周杂草土石挂住了他们，减缓了下坠速度。二胖在下头当了会肉垫子，吴然压在他身上，两人摔得7荤8素。二胖皮糙肉厚，只疼得翻白眼；吴然胳膊腿却被划了好几道血口子，疼得龇牙咧嘴。哪个缺德玩意儿挖的陷阱？二胖骂骂咧咧地爬起来，掏出个锃亮的防风打火机，火光舔开黑暗，吴然才看清这洞竟是人工凿的。洞壁全是青石板，说不定是藏宝洞。吴然眼睛一亮，咱哥俩这是时来运转了。二胖一听藏宝，立马忘了疼，舔着肚子往前冲。可没走2步，他突然啊的一声跌在地上，打火机哐当滚到吴然脚边。吴然捡起打火机凑过去，火光里一具白森森的骷髅骨正斜躺在地上，旁边还放着个破布包，露着几样工具和黄澄澄的符方，那是老人们说的鬼画符。刚才的兴奋瞬间凉透，吴然汗毛倒竖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二胖也没了刚才的横劲，咽了口唾沫。怕啥？他很快硬撑着站起来。胖爷，我在南阳见过多的是死人，走，看看里头有啥。吴然接过二胖递来的另一支防风打火机，两人一前一后往洞深处走。洞穴越走越宽，尽头的中央赫然停着一口青黑色的大棺材，棺木透着股陈旧的朽气，还裹着层令人发寒的阴森。冷风一吹，吴然后背像贴了块冰。这不是藏宝洞，是墓穴。吴然瞬间反应过来，那洞根本不是陷阱，是盗墓贼挖的盗洞。二胖也傻了眼，但很快又舔了舔嘴唇。既然来了，看看里头有没有宝贝，咱是掉下来的，不算盗墓。我爸当年就是没钱治病走的，要是真有宝贝，上缴国家，总该给咱点奖励吧。吴然犹豫了，盗墓是大罪，可二胖眼里的光，最终还是点了头。开棺可以，但记住，发现东西必须上缴国家，这是原则。吴然、二胖两人合力推开沉重的棺盖。吴然怕有机关或湿气，拉着二胖趴在地上等了好一会儿，直到确认没动静，才敢捏着打火机凑过去。火光映进棺内的瞬间，吴然和二胖同时屏住了呼吸，连尖叫都卡在了喉咙里。棺里没有想象中的腐朽骸骨，只有一具美艳到极致的尸体。他穿着件浅红色的工装，衣料细腻的像流水，皮肤泛着凝脂般的光泽，仿佛只是睡着了，下一秒就要睁开眼。可就在这倾国倾城的身躯后，一条雪白的狐尾静静垂着，蓬松柔软，足有2尺长。墓里的风轻轻一吹，狐毛便悠悠飘起，竟像活物似的，透着说不出的诡异。狐尾验尸，传说狐狸能化人，唯独尾巴变不了。这是狐狸精啊！二胖盯着棺中验尸的狐尾，眼神发直，声音都带着颤。这话像根冰锥扎进吴然心里匪夷所思的事，偏就活生生摆在眼前。可没等吴然细想，那狐尾验尸忽然缓缓转头，眼睫轻颤着睁开了眼，那双眼太勾人了，像浸在温水里的黑曜石。他对着吴然浅浅一笑，吴然瞬间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浑身酸软的站不住，连思维都开始发飘。不好，中邪了！吴然心里警铃大作，想逃，腿脚却像灌了铅，连指尖都动不了。验尸从棺中坐起，尖尖的指甲泛着冷光，慢悠悠朝吴然伸来，那爪子锋利得能划开铁板。吴然却只能像待宰的羔羊，眼睁睁看着死亡逼近。民间说5大家仙里，狐仙最是灵异，若无故招惹，定会遭邪术报复。吴然脑中飞速闪过破邪的法子，黑驴蹄子、糯米、黑狗血，可这墓穴里哪有这些？
狐仙大人，我们是误闯的，放我们走，我一定给您烧香祈福。吴然拼尽全力嘶吼，声音却细得像蚊子叫。验尸动作顿了顿，眼里竟泛起含情脉脉的光，这模样比凶相更吓人。横竖是死，吴然咬牙豁出去了。我爱你10000年。传说狐狸精爱勾年轻小伙，吴然赌一把。果然，验尸突然尖叫一声，身影哗啦碎成了泡影。原来竟是幻觉。吴然抹了把冷汗，刚松口气，就看见二胖半个身子探进棺里，正抱着验尸的大腿猛啃。你个死胖子，要不要脸？死了不知多少年的狐狸精都下嘴。吴然知道他也中了邪，冲过去一脚把他踹飞，又啪啪甩了他5个耳光。二胖捂着脸醒过来，还猛着：“你打我干啥？不打你，你早被狐狸精吸成干尸了。刚才咱们都中了幻术。”吴然没好气地说。二胖这才反应过来，当即炸了毛。好个千年狐狸精，死了还敢戏耍胖爷！我不把你砸成肉泥，就不叫鲁文熙。说着就要找石头砸棺，可这时他俩手里的打火机不知何时立在了棺边，火苗突然变成了惨绿色，1尺多长的绿火舔着空气，把他俩的脸映得发绿，连墓穴里的风都透着骨刺骨的寒。更恐怖的是，棺中的狐尾验尸竟缓缓直起了身子，这次不是幻觉，他的皮肤还是细腻的，狐尾却绷得笔直，指甲比刚才更长，直挺挺朝他们蹦来。是尸变，粽子诈尸了，你刚才啃它，吸了你的气血才醒的，快跑！吴然拽着二胖就往洞口冲，墓道里有微光，可洞口直上直下20多米，刚下过雨的洞壁滑得像抹了油。二胖200多斤的身子扒着石壁，爬了3米就扑通摔下来，疼得龇牙咧嘴。验尸蹦得越来越近，指甲刮过石壁，发出滋滋的刺耳声。吴然急中生智，僵尸电影里说憋住气他就找不到人。他们俩赶紧捂住口鼻憋气。验尸果然停在原地，眼睛直勾勾的在墓穴里瞎转悠。二胖突然噗地放了个响屁，这下完了。验尸瞬间锁定方向，双臂直挺挺朝二胖抓去。我跟你拼了！二胖虽怕，却也有股狠劲，起身一个飞踹，正中验尸胸口。250斤的力道，换常人早被踢断肋骨，可验尸浑身硬如铜铁，二胖反倒被弹飞出去，咚地撞在洞壁上，一条腿当场麻了。吴然心一横，抓起块青砖就往验尸后脑勺砸去，青砖碎成渣，验尸却毫发无损，反而转头冲吴然扑来。二胖忍着疼爬起来，搬起块100斤重的石头，狠狠砸在验尸后背，这一下够砸扁头牛。可验尸只晃了晃，回身一爪就把二胖扫飞5米远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俩都得死！吴然冲过去，从后面抱住验尸，想缠住他，却被他像拎小鸡似的甩出去，啪地摔在那具骷髅旁。骷髅边的破包里堆着几张画着红字的黄符，是镇尸符。吴然抓起一把符，一边往验尸那边冲，一边扯着嗓子喊：胡大仙，我爱你10000年！先分散他注意力。验尸果然愣了愣，吴然趁机把符往他脑门上贴，可他速度太快，一把揪住吴然的衣领，将吴然扑倒在地。冰凉的触感贴上嘴唇的瞬间，吴然脑子嗡的一声，他的唇像千年寒冰，却有股奇异的暖流顺着唇齿窜进4肢百骸。吴然像飘在云端，连恐惧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冲得无影无踪。死亡之吻，吴然这辈子都没想到，第一次跟人接吻，对象竟是具尸变的狐尾验尸。这幸福感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吴然猛地回过神，想一把推开身上的验尸，只觉得浑身虚脱，连抬手的劲都没有遭了，阳气被吸光了。可下一秒，更诡异的事发生了，验尸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，很快就成了一具皱巴巴的干尸，哪里还有半分倾国倾城的模样。吴然和二胖瘫在地上，刚才短短几分钟的激战，耗尽了他们所有力气。二胖腿还在抖，却不忘调侃吴然：吴然，你小子够狠啊！亲个嘴没被吸干，反倒把粽子的阳气吸没了，佩服佩服！放屁，是镇尸符起的作用。吴然赶紧辩解：这事传出去，我不成变态了。其实吴然心里也犯嘀咕，到底是符的功效，还是那死亡之吻的缘故？等力气缓过来些，二胖揉着腰站起来，目光扫过地上的干尸和骷髅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声音都拔高了：吴然，快看地上那是啥！吴然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干尸旁的地面上竟铺着一张泛黄的画，边角虽破，却能看清上面画着些奇怪的纹路。打火机的火光还没熄，吴然低头一看，干尸旁的地面上竟铺着幅古画，是幅江山美人图。画里的宫装女子在万里江山间起舞，裙摆似要飘出画外，那眉眼身段竟和关中的狐尾验尸有7分相似，瑰丽中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。发财了！二胖忘了浑身的疼，扑过去盯着画直搓手。杀粽子为民除害，
还捡着这么个宝贝，这话一看就值大钱，咱们开店的本钱有了。这得上交国家吧？吴然皱着眉，大学时学的法律常识还在，名器私藏是大罪。书呆子，二胖瞪起眼，咱刚从鬼门关爬回来，这是用命换的。再说你不是说那是狐仙吗？这就不算墓穴，不算盗墓，是赏给咱的。吴然摸了摸胳膊上的伤疤，刚才的生死关头还在眼前，确实换别人掉下来，早成了验尸的口粮。这么一想，胆气也壮了些，点头应了。歇够了力气，他们才发现洞口的难题。刚下过雨，洞壁滑得像涂了油，20多米高的直壁，他们俩爬了3次都摔下来。二胖急得骂娘，吴然却瞥见骷髅旁的包裹里面竟有把旋风铲，是盗墓人挖洞的工具。他俩轮流用铲子在洞壁上凿脚窝，折腾了近1个小时，才浑身是泥地爬出来。外面已经擦黑，晚霞把秋山染得通红。他俩瘫在地上大口喘气，只觉得像是从阎王殿逃出来的。把洞口遮了吧，别再有人掉下去。吴然看着黑漆漆的洞口，找了些粗树枝架在上面，又盖了层土。二胖挑着眉笑：“你小子心善，难怪狐狸精都想跟你一吻定情。”吴然没理他的调侃，把那盗墓前辈的包裹拎了出来，里面没金条玉石，只有面古怪的铜镜、块线饼大的铜钱、几叠符箓，还有本泛黄的小册子。天快黑了，山路难走，他俩没细翻，揣着画和包裹就下了山。二胖家在村尾，破得只剩4堵墙，他爹早死，娘改嫁，奶奶去年也走了，三叔在外地做生意，家里就他一个人，正好清静。他俩在家养伤，顺便琢磨怎么把画卖了。这倒斗的前辈也穷，连块银元都没有。二胖把包裹翻了个底朝天，一脸失望。吴然和二胖都默契的不提盗墓，只说倒斗，怕隔墙有耳。吴然拿起那本小册子解闷，封面的4个字却让他猛地坐直：搬山九秘。啥九秘？动画片啊！二胖凑过来，一脸不屑。吴然翻开册子，手都开始抖。是搬山道人的倒斗秘籍，真有这门派。册子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搬山九秘分9卷，上3卷是山、水、风，讲的是观山望水找墓穴的本事；中3卷阵、破、画，记的是镇尸、破机关、解邪煞的法子，还画着符箓和机关图，比他在盗墓小说里看的还详细。下3卷神、鬼、魂。是禁忌术，说要道行深的人才能用，不然会失控。最后一页还写着洞悉天地，鬼神莫测，慎用。字里行间透着股玄乎的劲儿。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吴然和二胖决定去北京潘家园，只有那儿的古玩市场才能卖出高价。为了稳妥，他们没坐火车，转了3趟大客，颠簸了1天1夜，才到潘家园，找了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下。第2天一早就揣着画去了市场。潘家园里人挤人，摊位上摆满了假古董，他们专挑大些的门店进，可连续走了6家，店主的反应都一样，看了画就皱眉，说画里的女子眼太活，总觉得在盯着人看，透着邪气，不吉利，不敢收。倒是那块铜钱，有3家店愿意出1000块买。1000块！二胖气得嗓门都大了，咱差点把命搭进去，就值这点钱。都说潘家园藏龙卧虎，我看都是土鳖。吴然也憋着火，这画的技法就算比不上唐伯虎、张大千，也该和8大山人差不多。他们没辙，只能咬着牙找更大的店，最后停在一家挂着巨真阁和牌匾的门店前，门帘古色古香，看着就比别家有底气。这次吴然学乖了，先掏出那块铜钱递过去。店里的老板娘30多岁，皮肤白皙，穿着旗袍，透着古熟女的风韵。她接过铜钱看了2眼，眼里闪过一丝惊异，声音轻柔：“这不是铜钱，是青铜虎符，货真价实的名器，多少钱？我收了。”二胖眼睛一亮，刚要开口，吴然赶紧拽了他一把，掏出那幅江山美人图，压着心里的激动：“老板娘，虎符是小意思，关键是这幅画。”桂姐的目光刚落在那幅江山美人图上，手里的青铜虎符当啷一声掉在柜台上。她盯着画一动不动，嘴里反复念叨：“竟真有这幅画，是真的吗？”“当然是真的。”吴然赶紧接话，看他这失魂的模样，心里笃定这画绝非凡品。桂姐好半天才回过神，指尖还在画边缘轻轻摩挲。这画的价不好定，不懂的人看了只觉邪性。潘家园里未必有第2家敢收，我现在也拿不准真假。这样，我先给你2万定金，下午我侄女来，再给个10家，怎么样？定金可以，但画不能留。吴然攥紧了油纸包，潘家园水深，初来乍到的，万一他不认账，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。要不我把青铜虎符压在这儿。桂姐笑了，风情万种的眉眼弯起来。小伙子倒是谨慎。好，虎符压着，2万你先拿着，
我李桂儿在潘家园的名声，还不至于坑你这俩年轻人。又塞给吴然张名片，上面印着七宝斋、李桂儿。二胖眼瞅着钱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根。吴然赶紧递了个眼色，他才硬生生憋回去。出门时，吴然把画用油纸裹了3层，贴在怀里。这可是他们的命根子，丢了就彻底白冒那次险了。中午找了家僻静的馆子，桌上的菜也没怎么动。二胖满脑子都是下午的价，絮絮叨叨算着能开多少家铁板鸡架店。吴然却盯着怀里的画，总觉得这画的来历比他们想的更不简单。1点半刚过，他们就往七宝斋赶。桂姐直接把他们领进里屋雅间，屋里坐着个穿白短裙的姑娘，双眼亮得像进了水，脸蛋带着点婴儿肥，手里正捧着那枚青铜虎符，指尖轻轻蹭着虎符上的纹路。这是若水，我侄女，懂古画。桂姐笑着退了出去，屋里只剩他们3人。江若水抬起头，声音轻得像泉水。青铜虎符是真的名器，你们能说说它的来历吗？我们误入一座山洞，从里面捡的。吴然没提墓穴和粽子，在外头行事，多一句嘴就多一分风险。二胖在旁边使劲点头，脸都憋红了，却插不上话。江若水忽然笑了，眼底闪过一丝狡黠。天王盖老虎。吴然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是倒斗型的黑话。搬山九密的杂篇里写过天王盖老虎。试问你是不是盗墓的？寻常人根本听不懂，眼前这呆萌的姑娘竟然是同行。吴然定了定神，想起这几天背熟的切口，回了句宝豆无粽子，意思是墓里没尸变的东西。江若水的眼睛亮了亮，又接了句绿把斗吸气盖世，鱼不立溪总不是。吴然脱口而出，二胖在旁边听得一脸茫然，抓了抓头，显然一个字也没听懂。这2句是倒斗人确认身份的暗语，一来一回间，彼此都清楚了对方的路数。我叫江若水。姑娘把虎符放在桌上，指尖敲了敲桌面，黄货白货不走，地蛇山根开。她不要黄金白银，只收铜钱铜符地蛇和玉器山根。吴然心里更惊了，这姑娘不仅是同行，还是个挑货的行家。没等吴然接话，江若水又开口了，语气带着点试探。秋水长天共一色，原是蒙面山中客。横看成岭，侧成峰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敢问二位，哪个是岭，哪个峰？这话是问他们俩谁是领头的。